活了18年才发现自己是个男配，身边所有女人都会被男主无情夺走。高冷傲娇的青梅校花，霸道病娇的冰山总裁，甚至是说好陪我一辈子的温婉姐姐，只要男主轻描淡写的一句天凉了，这群疯批女主就会毫不犹豫将我粉身碎骨。于是当女主再次为了男主找我麻烦时，我决定开摆了。此时校长也明白我的心思，他沉吟了一会儿，点头道：这样吧，我将你转到音乐系，只要你通过钢琴专业评级的考试，我就让你提前毕业。不过有一个条件。我下意识问：什么条件？成为音乐学院的特聘教授，专门教导弹钢琴。你放心，课很少，1个星期就2节。我算是明白了，只要我答应了，魔都大学就会竭力宣传推广我，并且将我是世界级钢琴大师的消息宣扬出去。不过事情本身对我有利无弊，我没理由拒绝，于是很爽快地答应了。告别校长，来到咖啡馆，夏雨和夏柔已经在等着了。久等了，我无奈摊手，刚才被导员抓去谈事情去了。夏柔给我叫了一杯咖啡，殷勤道：没事没事。其实我们也没等多久。夏雨恨铁不成钢地看着自己的妹妹，这也太不矜持了。夏柔对姐姐的眼神视而不顾，之前的新闻报道热度至今未消，还处于一个极为迅速的增长阶段，预计还能够带来几百万粉丝的转化吧。这样下去很快就能成为大网红了。我笑着道：多亏你这段时间一直帮我运营，虽然这样的涨势已经算是喜然，但是还是要再接再厉。过段时间我会转去音乐学院，考核后提前毕业，然后会成为魔都大学音乐学院的特聘教授。这段履历到时候可以写上去。我并不是为了装逼而自吹，而是更利于我获取声望值。要知道我在巴黎剧院上演奏钢琴，被誉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大师，音乐界的未来之光，这远比所谓的魔都大学教授履历更加耀眼。此时斜对面的2楼茶餐厅，熟悉的位置，安以诺坐在那偷窥，整得跟个痴女似的，但他就是莫名对我很好奇。安以诺忽然注意到一个肥胖的家伙进了我在的咖啡馆，他心中升起疑惑，这个胖女人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善茬，怎么感觉也是冲着宋墨来的？安以诺拿出手机发信息提醒我，但是旋即想到什么又懊悔起来，我真是昏了头了，这样不是暴露我也在看着宋墨了吗？但信息显示已读，撤回也来不及了。宋墨在你的右上角有一个胖女人一直在观察着你。我看着安以诺的信息一脸震惊，什么情况？安以诺正在看着我，要不要这样惊悚？冷晚秋好整以暇地坐在座位上，打量着我还有对面的夏雨姐妹。她这些天已经仔细地看完了关于我的所有资料，虽然她并不懂钢琴，却也知道眼前的这个小男生取得了何等惊人的成就，真有意思。冷晚秋这才发现我本人比照片更加好看，皮肤好像在发光一样。晨曦的话，冷晚秋在心中默默地比较了一下，觉得就算晨曦比我差上一些，在他心目中也是最好的。这时他发现我貌似往他这边看了一眼，冷晚秋很自然地低头，自信认为我是绝对不会对他起疑心，毕竟2人素未谋面。但是突如其来的声音让冷晚秋完全陷入呆滞，还真是这个女人啊！冷晚秋，我表面很正常，只是心中已经在冷笑。说起来，冷晚秋现在的样子还真是丑啊，人家都说胖点健康，可是胖到这种程度也真是没水了。听到我在心中毫不留情的讥笑，冷晚秋瞬间气得面色通红。好，冷晚秋自从生病肥胖之后，就最讨厌别人拿她的外貌来说事，心中的炸药桶一点就爆。只是冷晚秋心中尚且存疑，她并没有看见我动嘴，自己是怎么听见宋墨的声音的？这肥婆应该是为了晨曦出头，所以想要提前来踩点吧。我真的觉得很可笑，她果然还是像上辈子那样，就是晨曦身边挥之即来招之即去的一条狗罢了。前世我帮助她解决了身上的病根，最终身体恢复健康，身材恢复苗条，她却转身倒戈，跑到晨曦那边接着舔去了。想想都是恶心啊！像她这样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我真的很好奇，没有我的帮助，她那肥胖的身材还能不能舔到晨曦？真想看看被晨曦抛弃后她丢魂落魄模样。想到这，我嘴角微微勾起一丝浅笑。再过3年，她的二叔就会夺权，到时候意志消沉的冷晚秋看着辛苦打拼的偌大财富被亲人夺走，惨状比起前世的我也不遑多让了。我甚至不需要特意针对冷晚秋，只需静静旁观她的惨剧发生。冷晚秋脑子震惊的发晕，自己不但听见宋墨的心声，而且还知道了未来的发展。宋墨竟然是重生者，还认识自己，前世自己好像就是在宋墨的帮助下，成功的解决了那病症，瘦了下来。冷晚秋听到这个消息，瞬间欣喜若狂，他还有救。要是心声都是真的，那宋墨一定知道办法。但他立马意识到一个严峻的事实，宋墨怎么可能会帮助自己？按照他的心声，是自己忘恩负义被呲了他。突然听到我的心声以及心声中提到的各种问题，冷晚秋顿时头绪纷乱无比。此时夏雨提议道：宋墨，其实在你成为特聘教授之后，你的上课过程完全能够做成一个视频素材。夏柔眼睛一亮，是爱，你上课的视频其实是很有卖点的。首先你是大师级别的水平，课程内容满满的都是干货，其次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也很有趣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年纪比学生还要小上的教授，却很有风范的给年龄更大的学生上课，这反差就是最好的视频内容。我微微点头，这个提议确实不错。几人商量完便准备离开，一直期待着能再听到我心声的冷晚秋，此时也清楚我已经发现了他，但是他脸皮很厚，装作不知道。我眼角余光扫了他一眼，前世怎么没发现？这肥婆的眼神还真是猥琐啊！冷晚秋身为冷氏集团的总裁，一直都是钱刚独断，公司没人敢议论嘲笑他的长相，可他今天感觉真的被我彻彻底底的羞辱了。他能感受到我骨子里面的鄙夷，心声本来就是大实话，但就是这样，他心中的屈辱感才尤其强烈。冷晚秋不能忍了，他抬起头对上我的眼神，你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？为什么这样看我？然而我却一脸懵逼，女士，你是在和我说话吗？
话吗？冷婉秋咬牙切齿道：“你眼睛是瞎了吗？不是在和你说话，是在和谁说话？”看着近在咫尺的胖脸，我点点头，认真道：“我的眼睛之前没瞎，但是现在快要瞎了。”冷婉秋气得猛地一拍桌子，发出一道巨响。咖啡馆中的人顿时看了过来，一个肥胖的女人气势汹汹，而一个目光清冷的男子却是神情愕然。单单只是看脸就能看出来谁才是无辜的那一方。服务员小姐姐很快觉得言之有理，温声提醒冷婉秋道：“这位女士，请您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，我们店内有着24小时监控录像，不管是有任何误会，都是能解释清楚的。”冷婉秋被这么多人打量，而且服务员又是明显偏向我那边，明里暗里都是在暗示冷婉秋不要在这里闹事。她顿时恼羞成怒道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个人用眼神侮辱我，我难道不能维护自己合法且正当的权利吗？”服务员一脸无语，我的外表一看就是很有教养的帅哥，怎么可能会盯着一个肥婆看？别人就算真的看不起你，又怎会表达出来？还说人家用眼神侮辱你，你干脆报警，说自己被精神强女干了算了。这位女士，请你克制自己的行为，凡事要讲究证据。冷婉秋这肥婆这么蠢，也能当上冷氏集团的总裁，要不是她爸的关系，光是这副尊容就 pass 掉了。听着我的心声，看着我那戏谑的眼神，冷婉秋简直要气炸了。但是偏偏现在有种无计可施的感觉。这时服务员将手上的监控打开，他看完面色忽然变得严肃起来，看向冷婉秋的眼神带着些许审视。这位女士，刚才从你一进来开始，就一直坐在角落的位置观察着这位先生，后来这位先生准备走的时候，你又忽然发难，这很难说不是早有预谋，只是不知道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，是想要讹诈这位先生吗？请你给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咖啡馆众人瞬间议论纷纷，不是吧，这女的是跟踪人家帅哥的，都是监控视频作为证据了，还能有假？要不还是报警吧，这女的看上去不像是好人，而且一直尾随更是反咬一口，也不知道想要做些什么。冷婉秋看见真的有人拿出手机准备报警，她面色几经变幻，最终还是灰溜溜的跑出咖啡店。已经出去的夏雨夏柔见我迟迟没有出来，又重新进到咖啡店，结果差点被一个250斤的高速炮弹打中。他们惊愕的看着跑走的冷婉秋，奇怪，这人看着怎么有点眼熟？夏柔不关心这个，她进去之后直接寻找我。我对服务员小姐姐和路人表示感谢之后，就送夏雨夏柔回家。冷婉秋气喘吁吁跑到车库，心中更是屈辱。身为冷氏集团的总裁，她什么时候受到过这样的侮辱？宋墨，你给我等着！